这段视频里，表演者将一根吸管弹向空中，竟能让它以圆周路径回旋飞行。当然，这是吸管弹出时再快速旋转，获得马格努斯升力来维持圆周运动所致。但还有人发现，排球发球时几乎不旋转，而轨迹却同样能发生侧偏，亦或是出现高飘或过往急坠。这种飘球经常让接球人措手不及，看来其原因和吸管的回旋飞行并不相同，但运动效果却很相似。那么二者在原理上又有怎样的关联呢？为研究这个问题，我找来一个会弹吸管的妹子，只见她一边向前甩出，一边用拇指和食指顺势弹射，让吸管加速出手并自转起来。观察吸管横截面发现，迎面而来的绕流在靠近表面一定距离处，开始受到固体界面的粘性力影响。如吸管不旋转，则越靠近表面，气流在粘性摩擦下减速越明显，而最底层空气会被粘至静止，形成了轮廓左右对称、厚度前小后大的边界层。当吸管旋转时，迎风前进一侧的表面会带动底层空气运动，并通过粘性摩擦牵拉外层，使气流出现反向速度冲撞堆积，流速变慢，厚度增大，同时拖拽层外的主流减速，而对面后退一侧也在带动底层空气运动，并通过粘性摩擦牵拉外层，使边界层的速度梯度减小甚至反向，导致平均流速增大，厚度变薄。这使得层外主流阻尼减弱，甚至被边界层牵引，导致流速加快。因此，吸管旋转会让原本对称的边界层向一侧偏移，而两侧的绕流速度则是此消彼长，形成了压差，也就是马格努斯升力。由于该力与前进方向垂直，就使吸管获得圆周飞行的向心力。但为啥排球几乎不旋转也能空中变轨呢？并且观察左右漂移或过往急坠的飘球，发现都在缓慢自旋，这又是啥原因呢？为观察飘球飞行，我又找来一位排球健将，只见他发了一个饿虎扑食式跳飘球，并且他击球的力量稍微偏离重心，形成旋转力矩，使排球出手时慢速自旋。虽然缓慢的转速并不能产生可察觉的马格努斯升力，但是计算机模拟发现，当排球转速10秒一圈时，背风面出现了交替脱落的分离涡，并且脱落位置会规律性的来回移动。起初尾涡跟随球面上行，使下侧气流分离推迟，而上侧分离提前，导致下侧边界层面积扩大，吸力强于上侧，形成了推动下坠的气动力。而尾涡移动到极限后，又向迎角平面折返，回到了初始位置。移动这一来回耗时约10秒，排球转动约一圈，也就是经过2至3秒转动了大约90度。尾涡则跟随球面移动到极限，使排球在转动中获得不断增大的气动力。假如让球飞到半路正好转过约90度，那么排球就会因持续增大的气动力而变轨。但问题是，背风面的分离涡为啥会跟着球面移动呢？我们还是回忆一下先前研究吸管时提到的边界层。当排球缓慢转动时，下侧表面的粘性力会拖动边界层后退，使主流不断受到这个后退粘性空气薄层的负压吸引，而恢复复壁运动，也就是出现了延迟失速现象。反之，上侧表面拖动边界层前进，会使层内的分离区跟着前移，导致气流遇到的逆压梯度不断增大而提前分离，使分离点同样跟随球面移动，出现提前失速。但尾涡一旦越过最高点，就进入了负压梯度区，这里的气压越向后越低，气流被压差推动加速，使边界层获得动能，又恢复了复壁运动。同时，下侧的边界层走到极限位置，后方逆压梯度很大，遇到上侧分离点后退的扰动便支撑不住，于是同步向前分离，这样尾涡又会回到起始位置。所以发飘球时控制击打区域和力度，让排球缓慢自旋，最好在过往时朝着预定方向旋转约90度，就可让排球获得持续增强的气动力，做出左右侧偏、高飘或下坠动作。这一定能把对面刚摆好架势的接球人打个措手不及。